今天要為大家講述日本史上極具爭議的恐怖神秘案件小天使事件。這起發生在2003年的綁架案，因受害者是4名小學6年級女生，兇手離奇死亡且背後疑點重重，一度轟動日本，最終卻淪為無人敢觸碰的禁忌話題。案件的核心人物名叫吉里，他的背景堪稱矛盾綜合體。吉里成長於高官家庭，父親曾是日本警視廳官員，後調任日本知名報刊《讀賣新聞》擔任部長，家境優渥。他畢業於東京藝術大學，曾從事設計師工作，憑借優越的家庭背景、斯文的外表，從大學時期便交往過眾多女友，還曾輾轉紐約、巴黎等地。然而回國後的他卻畫風突變，先在牛奶店做兼職，後竟淪為牛郎。也正是這一時期，他踏入了日本的色情行業。起初，吉里只是介紹日本女性參與遠交性交易，但因本身是蘿莉控，他逐漸將魔爪伸向未成年人，創立了專門組織未成年少女賣淫的私人俱樂部小天使。他的運作模式隱蔽且卑劣，在東京街頭用金錢引誘未成年少女加入俱樂部，再將他們介紹給有特殊癖好的男性顧客，有時還會偷拍不雅視頻威脅客戶，以此謀取巨額利潤。令人震驚的是，警方後來在他的銀行賬戶中發現了高達35億日元的存款，足以見得這個非法俱樂部的盈利能力。2003年7月12日，吉里手下的一名女高中生在澀谷街頭以有償打掃房間為誘餌，欺騙市民小學6年級的4名少女，約定次日前往某公寓賺取零花錢。涉世未深的少女們信以為真，第二天準時赴約。然而當他們抵達公寓準備開始打掃時，吉里立刻露出了邪惡的真面目，對他們說道：“你們應該很清楚來這裡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吧？”隨後便用手銬和眼罩將4名少女监禁起來。少女们的家長發現孩子徹夜未歸後，第一時間報警求助。由於4名小學生同時失蹤，這起案件迅速引起了新聞媒體的瘋狂報道。在以安全著稱的日本，突然發生如此惡劣的綁架监禁案，瞬間在全國範圍內引發轟動，民眾紛紛為少女們的安危擔憂，案件的關注度持續攀升。2003年7月17日，事情出現了轉機。被监禁的4名少女中，有1人成功掙脫手銬，在確認外面沒有動靜後，趁機瘋狂逃出公寓，向附近的一家花店求救。花店店員得知情況後，立即致電報警。警方趕到後，根據少女的描述，迅速闖入公寓，成功解救了其餘3名被監禁的少女。4名少女隨後被救護車送往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她們除了精神有些錯亂外，身體並無大礙，也沒有發現被性侵的痕跡。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警方在公寓的一間房間裡發現了吉里的屍體，死亡時間約為10幾個小時前。法醫給出的屍檢報告顯示，吉里死於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然而，隨着調查的深入，更多不合常理的細節浮出水面，讓這起案件變得愈發撲朔迷離。幾天後，搜查人員在吉里家中搜出了超過1000盒錄影帶，以及一本記載着超過2000人的顧客名冊。起初，有記者向警方詢問名冊內容時，相關搜查人員不慎透露，裡面記載了許多有名的醫生、律師和政治家的名字。這一消息引發軒然大波，民眾紛紛猜測案件背後可能牽扯到日本的上層社會。但沒過多久，警方突然召開記者會，改口稱查獲的顧客名冊中大部分名字為假名，因此決定不再追查名冊相關線索。更令人費解的是，警方很快宣布吉里的死亡原因是畏罪自殺，並以加害人已死亡，受害人安全獲救為由迅速結案，且聲稱案件沒有涉及其他同夥，不再繼續追查。警方前後矛盾的言論以及草草結案的態度，引發了全國民眾的強烈質疑，各大媒體也對案件的疑點緊追不放。經過深入調查，媒體發現這起小天使事件存在3處無法忽視的明顯疑點。第一個疑點是吉里的死亡方式，警方判定其為燒炭自殺，但案發現場的情況卻與這一結論相悖。吉里的屍體被發現時，所在房間雖處於密閉狀態，且有炭爐燒火的痕跡，但他的頭部被塑料袋緊緊包裹着。日本媒體通過實驗證實，在燒炭自殺的情況下，頭部包裹的塑料袋會因高溫受熱融化，屍體皮膚也會留下被融化塑料袋燙傷的痕跡。但案發現場的塑料袋完好無缺，吉里的皮膚也沒有任何燙傷痕跡。更反常的是，法醫在沒有解剖屍體的情況下，就直接斷定其為自殺，而在沒有遺書和明顯自殺痕跡的情況下，不要求解剖屍體，在當時的日本司法調查中堪稱極其罕見。第二個疑點是吉里的家庭背景。前文提到吉里成長於高官家庭，而他的家人命運同樣充滿詭異色彩。1996年，吉里的父親被證實自殺身亡，官方給出的原因是不堪忍受慢性疾病的折磨。1999年，吉里的哥哥也被證實自殺，但其自殺原因不明。2001年，吉里的母親自殺未遂，被醫生搶救過來後移居冲繩。2003年小天使事件發生後，
日本媒體試圖聯絡吉里的母親，卻發現她已經下落不明。此外，坊間還有傳聞稱吉里有一個弟弟，但弟弟長期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這些撲朔迷離的家庭情況讓外界對吉里的背景更加懷疑。第三個疑點是案件是否涉及同夥或黑社會組織。警方以加害人已自殺為由，堅稱未發現有同夥的跡象，但諸多線索卻指向相反的結論。首先，案發的公寓並非由吉里本人租賃，而是另有其人。其次，一個能夠容納2000多名顧客、運作成熟的未成年賣淫俱樂部，僅憑吉里一人的力量顯然難以維持。因此，外界普遍猜測吉里可能只是一顆棋子，其背後或許存在真正操控兒童色情交易的黑社會組織或更強大的勢力。但面对這些質疑，警方始終沒有給出任何回應。正当媒體對案件的追查如火如荼，民眾的質疑聲越來越高時，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事情接連發生。一夜之間，所有媒體都突然对小天使事件闭口不談，相關報道全部下架。這起曾經轟動全國的案件仿佛從未發生過一樣，成為了日本社會人人避之不及的禁忌話題。這一切的轉變與一名叫古物的自由記者的遭遇有關。古物始終堅信小天使事件背後隱藏着驚人秘密，為了查明真相，他深入日本各大黑社會組織進行調查。然而，在小天使事件發生2個月後，古物的屍體被發現漂浮在東京灣海面上，他的家中有明顯被闖入的痕跡，與案件相關的電腦、相機及資料全部被盜。民眾紛紛猜測，古物大概率是查到了顧客名冊中那些不能被知道的名字，因此遭到了灭口。除此之外，案件中的關键證人也出現了反常舉动。當初第一個逃出公寓向花店求助的少女，其證詞開始前後矛盾，而4名被害少女後來也統一口徑，宣稱自己當時在公寓裡聽不到任何聲音。但在日本，室內牆壁普遍較薄，隔音效果極差，房間外若有人活動，室內不可能毫無察觉。這種明顯不合常理的證詞讓人們更加確信背後有強大的力量在操控一切，迫使相關人員改口。網絡上關於顧客名冊的猜測從未停止，有傳言稱名冊中涉及的某位嫌疑人地位極高，高到連媒體都不敢直接提及他的名字。更令人膽寒的是，此前有一位中文粉絲數超100萬的 YouTuber 發布了關於小天使事件的視頻，結果沒過多久，該視頻便悄然從網絡上消失，無人知曉是 YouTube 平台受到壓力主動刪除，還是博主本人被迫下架，真相不得而知。如今，小天使事件已經過去多年，但案件的諸多疑點始終沒有解開。吉里的死亡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顧客名冊中到底隱藏着哪些人的名字？背後操控這一切的強大勢力究竟是誰？為什麼整個日本社會會對這起案件集體沉默？這些問題或許永遠都不會有答案。小天使事件就像一個巨大的謎團，籠罩在日本社會上空，成為了一段無法被觸碰也無法被遺忘的黑暗過往。